珍惜生命，维护健康，敬请关注康宁视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宁。上一集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体器官，本集我们就来扼要认识一下人体细胞。细胞是构成生命的基础，在自然界中，所有的生命都源于细胞。世界著名的细胞研究专家麦伦·华斯博士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体内有将近100万亿个细胞，它们是由一个成熟的受精卵细胞开始分裂而形成。构成人体的细胞大小不一，最大的有多大呢？最大的就是成熟的卵细胞，它的体积也就像一个英文的句号那么大。更小的细胞就得靠放大数倍的显微镜才能看见，如淋巴细胞等等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么微小的细胞却每一个都自成体系，它们由大量功能各异的独立结构细胞器官组成，并各司其职，负责维持着细胞的正常运作，把控着人体的生命与健康。接下来我们就在麦伦·华斯博士的引领下，来一探隐藏着复杂奇妙结构和功能的人体细胞吧。首先来认识的是细胞的组成部分，即细胞膜、细胞质和细胞核。细胞膜是紧贴在细胞质外面的一层薄膜，它是维护健康最重要的细胞器官，起着保护细胞内部的作用，并具有控制细胞内部物质交换的作用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会让有用的物质任意渗出细胞，也不会让有害物质轻而进入细胞，从而让细胞能够精确地控制和维持内部成分的构成。细胞膜本身还是一个活跃的动态结构，它的主要成分是油脂和蛋白质，它的构成成分是会不断更新的。在一个活跃的细胞中，细胞膜的更新和转化进程是从来不会停止的，而在细胞每一次再生产时，细胞膜就会破裂形成2个新的细胞。细胞质是处在细胞膜和细胞核之间的物质，主要由无色透明的胶状物质和各种细胞器组成。细胞器是由细胞质中由原生质分化而成的，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小器官。这些细胞器形态各异，结构更微小，但每个细胞器都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，包括线粒体、内质网、高尔基器、溶酶体、过氧物酶体等等。细胞核一般在组织的中央，它是最负盛名的细胞器官，由核酸及核蛋白等构成。它是一切细胞活动的控制中心，也是细胞内遗传物质分布的主要场所。脱氧核糖核酸又称去氧核糖核酸，也就是 DNA 就在细胞核里，而所有指挥细胞活动资讯的编码都存放在 DNA 里面。也就是说，DNA 是储藏、复制和传递遗传信息的主要物质基础。其次，再来认识的是细胞的一些具体功能，如再生功能、更新功能和线粒体等等。细胞的再生功能，该功能要经过3个步骤，即复制 DNA， 向再生细胞分配复制染色体，分裂成2个单独的新细胞。细胞的再生过程既要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信号的指挥，还要接受严格的检查，以确认再生的细胞是否已获得完整的基因物质成分。一旦发现染色体有偏差，或者 DNA 遭到破坏等等问题，再生过程就会被中断，而导致中断的原因则是因为营养不良。细胞的更新功能，该功能在维持人体功能正常运转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细胞的更新功能非常惊人，
比如一个健康成年人的机体要在每秒钟内产生15000个细胞，才能代替同时失去作用而死去的相等数量的红细胞。皮肤大约每28天更新一次，每个心肌细胞每2个月都要重建，肝脏每5个月更新一次。而由于肝脏器官履行着繁重的职责，它承受的伤害既持续又巨大，所以它每次都需要更新大量的细胞。线粒体，它是细胞质内粒状或者棒状的能量发生器，能为细胞各种生命活动提供能量，所以也被称为细胞的发电站。它是细胞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之一，除了为细胞功能以外，还参与细胞分裂、细胞的信息传递和细胞的凋亡等过程。而且它还拥有调控细胞生长和细胞周期的功能。上述可见，细胞虽然非常微小，但无论是从细胞膜到细胞核，从细胞器官到细胞器等等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结构和功能，并都会严格地履行着各自的职责，共同维护着细胞的正常功能。不过我们还要知道，这些组成人体的将近100万亿个的细胞，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的，而是通过细胞间质连成一定的细胞群，也就是由细胞构成组织。这些组织分别是上皮组织、结缔组织、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等等。朋友们，总之，人体内的每一个活细胞都自成一体，并构成组织，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而神奇的世界。但是，人的健康与否却与它密切相关。麦伦·华斯博士告诉我们，体内细胞的各种变化决定着人体的健康状况。我们人生病，就是细胞受到了病菌的攻击，要恢复健康，就必须由此着手治疗。因此，只要能根据细胞的基本营养需求，每天全面的、正确的、适量的为身体提供营养，那我们就一定能获得长期的健康。这是因为身体的健康源于细胞的健康。那么，我们每天应该给细胞提供哪些营养呢？敬请大家继续留意收听康宁视听。好的，本集就聊到这，欢迎留言，并请点击以下链接了解更多对您有助的信息。谢谢，下次再会。